越来越近。查理凭借着拳击经验直接放倒一人，然后又威胁他们不准靠近。然而这两人并不是来追债的，他们是法院的工作人员。原来是他10年没见的女朋友去世了，他们过来是解决查理儿子的监护权问题的。虽然麦斯被妈妈一手带大，也从未见过查理，但在法律层面上，查理依然是麦斯的合法监护人。法庭上，麦斯的小姨很想收养麦斯，不仅是因为他的家庭有足够的财力，主要是这也是死去姐姐的意愿。然而法官却表示，除非查理放弃监护权。这边法庭的会议都开了半天了，查理才打着电话姗姗来迟。此时他只想搞一笔钱，再买一台机器人，完全不关心亲生儿子的事情。一来到法庭，他就想直接签署放弃协议。然而当他看到小姨那希望收养的表情，还有他们手上戴着的金银首饰，查理又突然改变了主意。也许儿子的抚养权还能给自己换台全新的机器人呢。就这样，从一开始的自愿放弃，变成了家到10万的买卖交易。考虑到妻子的感受，小姨夫不得不答应了他的无耻要求。只是没想到5万块还没捂热就被查理给霍霍完了。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但麦斯还是很好奇查理曾经的拳击经历。当他想要了解更多的时候，查理却突然走了过来。他不想提及自己的曾经，只想像现在这样苟且度日。贝利把这份收藏的报纸送给了麦斯，收到报纸的麦斯非常的开心，看得出来他很崇拜曾经坚强而有毅力的父亲。等麦斯离开之后，贝利为昨天过激的话语向查理道歉，可查理却说，我今晚就会像你期望的一样离开这里。虽然贝利的眼里早已泛起了泪花，但他还是强装坚强的点头表示同意。虽然两人的感情是很深，但再美好的爱情也需要经济基础。就这样，查理带着儿子开启了流浪的生活。他始终坚信，想要翻身就需要买更好的机器人。于是他来到了机器人拳击联盟，找到自己昔日的好友寻求帮助。查理声称自己需要一个机会，需要一点钱，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好意思。这就是成年人的现实，当在你的身上看不到希望的时候，曾经再好的朋友也依然信不过你。走出拳击联盟的时候，麦斯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刚刚看到的拳赛，因为就在刚刚他看到了拳王机器人宙斯，同时也被他那彪悍的外形震撼到了。这也更加坚定了他想带着亚当参赛的决心。本就心情不爽的查理直接呵斥道，那就明天带他去机器人动物园，到时候被打成废铁别伤心就行。次日当查理迷迷糊糊睡醒的时候，看到的却是麦斯正带着亚当训练。原来他为亚当植入了一些动作，并同步了遥控，为了让他更好的适应，就带他训练了一整晚。当天下午，两人便来到了地下赛场。公鸡头只瞄了一眼亚当，就不屑地说，只要他能撑得过1个回合，我就给你200块。然而麦斯直接报价500，要打2个回合。看他如此的嚣张，公鸡头直接放下狠话，只要他能撑过第1个回合，我给你1000。如果他被打废的话，所有的零件全部归我。查理劝麦斯要3思，麦斯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当他们进入赛场的时候，整个场地瞬间沸腾了起来，他们都很期待接下来的比赛。公鸡头的机器人叫地铁，它是由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拼凑而成，但所用的零件全都非常的强悍。比赛刚一开始，他就直接一脚锁住了亚当的脚，然后用手上的大锤疯狂的输出。再加上麦斯没有足够的操控经验，场上的亚当也只有挨打的份。公鸡头看到之后得意极了，一锤下去就能把亚当锤出好几米远。当有人喊出还剩下30秒的时候，查理突然感觉看到了希望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地铁竟然一锤子放倒了亚当。公鸡头看到兴奋不已，赶紧带领着全场开始倒计时。然而麦斯始终坚持不愿放弃。就在倒计时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亚当竟然奇迹般的突然坐了起来。恰在这时，第1回合的钟声响起。由于输掉了赌约，公鸡头拿着1000块来到麦斯面前，声称只要他撑过第2回合，我给你2000。尽管查理坚决不要继续，然而麦斯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要知道，亚当本来就是一款陪练机器人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抗揍。第2回合一开始，地铁就想故技重施，然而却被亚当的一记双勾拳直接打得系统瘫痪。随后他开始疯狂地暴锤自己，一会的功夫就把自己放倒在地。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下，公鸡头也不得不履行了2000块的赌约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个经纪人找了过来，他们想邀请亚当参加更大的比赛。在4000块出场费的邀请下，查理当场就答应了下来。接下来应对的机器人肯定更加的强悍，但不管怎样，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当晚，查理就把亚当打赢比赛的事情一脸微笑地告诉了贝利，而麦斯这边正在帮亚当学习。
甚至还帮亚当植入了坏小子的声控系统。为了锻炼他各个关节的灵活度，每天早上麦斯都会带着亚当训练。为了更好地寻找灵感，麦斯直接点了一首比较 happy 的音乐，没想到亚当竟也跟着麦斯跳了起来。看到两人那行云流水的机械舞步，查理表示可以把舞蹈作为入场仪式，这样就能更好提升亚当的名气，以后的出场费肯定能赚更多。面对查理的要求，麦斯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希望查理能教亚当打拳。最终两人达成了一致，这一刻父子两人终于有了共同的方向，一起去漂泊，一起去战斗。很难想象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约定，便让查理天还没亮就爬了起来。可能和儿子的约定只是给自己的台阶罢了，毕竟一个人的热爱是根本就藏不住的。相对于其他的机器人，他们的身形是那么的瘦小，但他们挥出的每一拳又那么的有力。在这一刻，那个曾经勇敢无畏的男人仿佛回来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父子二人带着亚当一边表演，一边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。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，亚当也在一点点的变强。查理戒掉心浮气躁的同时，父子间的感情也在逐渐的升温。伴随着亚当一次次的击倒对手，他们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好。一时间，亚当的名字响遍了全国各地。贝利这边也收到了他们的消息，一同寄来的还有连本带息的钞票。看到这一切，贝利只是抿嘴一笑，仿佛在说，只要你能过得好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。又一次精彩的比赛结束后，他们竟收到了机器人拳击联盟的邀请。父子二人相视一笑，这也正是两人梦想的舞台。而他们的第一场比赛正是当红的机器人双头怪。面对如此彪悍的大怪物，亚当的胜算并不是很多。准备室里，查理一直不停地叮嘱麦斯不要紧张，然而他自己却没有发现，其实紧张的也只有他自己。时隔多年再次登上曾经的舞台，虽然不是自己，但足以让他热血沸腾。可就在这时，工作人员突然邀请他们去拳王房间谈话。等他们二人离开后，房间内只留下孤零零的亚当自己。透过镜子，他仿佛看到了和人类一样的灵魂，原来是拳王宙斯的主人想买下亚当，让他当做宙斯的陪练，并且他张嘴就是20万。查理一听当场表示可以，然而麦斯却坚称亚当是非卖品。尽管富家女再怎么嚣张，怎么有钱，麦斯就是不肯答应。面对20万美金的诱惑，我想也只有一个孩子能经得住吧。卖掉梦想，卖掉一切，这也只有无奈的成年人才会做。比赛即将开始，场馆立即满了好几万观众，双头怪霸气的出场更是点燃了全场观众。他拥有2颗灵活的脑袋，外加高端的硬件和超强的操作系统，这让亚当看起来没有一点优势。然而亚当这边也丝毫没有胆怯，那丝滑的机器人舞步直接嗨翻了全场。尽管有对手的不屑一顾，尽管有高高在上的蔑视，但只要内心能快乐，这就足够了。双方调试之后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面对强大的双头怪，亚当显得十分弱小。比赛刚一开始，他就落入了下风，再加上对方的双人操作系统，使得亚当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。他那双头360度无死角的视角，让亚当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破绽。眼看着亚当就要被他给打报废了，麦斯显得非常的焦灼。就在这时，查理凭借着拳击经验，发现了双头怪的弱点所在。他每次都要抡圆了肩膀才能出拳，这就意味着只要靠得足够近，他就不能有效发力。在查理的声音控制下，亚当很快就占据了主动权，接连几拳下来，直接把对方操作员打懵了。接着亚当又乘胜追击，一会的功夫就把双头怪的系统打瘫痪了，全场顿时发出了雷鸣般的呐喊。在查理最后一声勾拳的指示下，双头怪直接被他趴下了。这一刻，现场所有人都沸腾了。